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样东西呢。这又是？这是我养的小宠物，借你防身用。你可要照顾好它。好，定不辱使命。这样看起来，你倒是像个江湖侠客。这里才是公子的赌局呀。赌术这块我并不擅长，但既然来了天下坊，便按照这里的规矩来。我这有1000两银票，不知是否足够？我方才说过了，要用公子身上珍贵的东西来赌，可这银票显然不是啊。我们要的是那个。抱歉，这柄剑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我这有枚龙泪珠，不知是否算得上珍贵。龙泪珠，据说这枚珠子极具灵力，若是日夜带着此珠修炼内功，半年之后，身体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呀！掌柜好眼力，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值得一赌。你们想怎么赌？天下坊的规矩，贵客决定如何赌。天下坊有气赌，有物赌，你选择哪一样啊？气赌，便是指楼下那些吗？是的，牌九马吊、大小押宝，那物斗都是我们天下坊最大的特色。斗鸡、斗狗、斗蟋蟀，赛马、赛鸽、赛狗，任君挑选。可有斗蜘蛛？八眼狼蛛。哦，客人倒是好见识。那么客人想押注哪一只呢？必须要2者选其一吗？难不成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也有1只蜘蛛，我以它同时对这2只，若它能胜，便算我赢。如何？这八眼狼蛛绝非寻常之蛛，公子这盒子还不及八眼狼蛛的1半大小，如何以1敌2啊？公子是不是太过自信了呀？那便试试吧。那便落定了。出来了。这是。去吧。这是百鬼珠，这就是传说中以1敌1的百鬼珠。那么这无双令是否应是我的了？公子手握绝世好剑，深藏龙泪珠，随手就能拿出稀世珍物百鬼珠，
应当出身不凡。以公子身份，又何须来我天下方要无双令？今日到此，是何目的？我赢了，给我无双令，我按照天下方的规矩来，也请天下方按照你们的规矩来。我带你去。多谢了。我赌赢了。哎呦，宋远，你老实待着，别出去。穆司令，先夺取绵龙剑，从长计议。祈祷书，谢家的人，当年三家最强的苏家，如今被一个穆慈陵就打得满地找牙。这绵龙剑我拿到了，这大家长能不能我来当啊？还太早了吧？能从这里带走，才算你的。饿了，咱们打了，先走一步。幼虫小技，穆家贼人哪里跑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苏家苏昌河虽有伤在身，也要为苏家夺回绵龙剑。我们无人是其对手，你身负重伤，追上去亦是枉然。剑锋易折，老爷子的心气就像那柄蛇剑一样，在无限接近大家长之位的时候折了。老爷子，苏慕远，你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沐雨啊，状告大家长，绵龙剑我没握住，辜负了他。所有苏家弟子，收剑。是。号称暗河三家中最强的苏家，到这里就放弃了。穆家出了一个活阎罗，而我苏家亦有一个执伞鬼和一个送葬师。只可惜执伞鬼已经有了新的身份，而送葬师还在想，到底要为谁送葬。我当然是为自己送葬了。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老爷子放弃了大家长之位，之后的事需要同大家长商量。当务之急是先将绵龙剑给夺回来。只凭你一个人？你愿意帮我啊？哎呦，我重伤在身。也好，至少暂时不必和你兵戎相见了。哎，真是个天真的家伙。绵龙剑是我的了，不过一柄剑吧，值得这么多人去抢吗？绵龙剑可不是一柄普通的剑，如今三家之乱似乎要失控，还是先把剑带回提魂殿再说。
谁在装神弄鬼？这柄绵龙剑有问题，倒是我小看慕名策。把剑留下。苏庆辉的双寒剑气。不对，不是剑气，是温家的3丈不留地。世上最难解的毒阵之一啊！这毒，常人只要吸上一口，活不过半个时辰。这女娃娃有几分手段，会我们暗河苏家的武功，还能下温家的毒，也就是你了。那就等，我就不信他不出来。姑娘，你这3丈不留地，维持不了多久的。把剑丢出来，我保你不死。你说维持不了多久就维持不了多久吗？用完这一次，我还有一次。今天这一天，我都让你们无法到达我这阵法之内。苏沐雨，怎么还不快来啊？看来姑娘的话是假的，你这毒物已经开始散去了。该死的苏沐雨，总是来得这么晚，撑不住了。献给你们，你们方才说的可要算数。不要杀我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龙，你带剑走，我来殿后。好。陈龙，刀，绵龙剑，我帮你护住。陈龙，是木子哲的泥水传心剑，神医。穿心而过，救不活了。绿叶，你没得事吧？撑伞那小子，你的兄弟已经死了一个了，这里还剩一个。我们做个交易，把剑给我。你想要这柄剑？把剑给我，你可以继续追这柄剑，不过至少要1个时辰之后，因为到时候就是你和木子哲之间的事情了。与我无关。头，不必理会他。他还是剑。
你只有一瞬息的时间考虑。好，我给你。好大的手劲啊！带着这柄剑回到我家，拿给他，然后告诉他，我苏沐雨发誓，不管穆子哲身份如何，不管穆子哲走到何处，不管我需要耗费多久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好，好，我一定会带到。萤火，头儿，我们没顾好剑，你没事别好。该死！祈祷说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参与此事。去问你那该死的兄弟吧。哼！你要的东西，我拿来了。我要的解药的，带你来九霄城的人不是我，你要的东西在他手里。水关，他还没有离开九霄城，在好戏没有落幕之前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那么穆家主，哦不对，应该叫大家长了。那么大家长，慈林便告辞了。走之前，有句话有一个人托我带给你。说。我苏沐雨发誓，不管你穆子哲身份如何，不管你穆子哲走到何处，不管我需要耗费多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哼，苏沐雨，他好大的口气。首先，他要活过今日才行。炎龙剑已归穆家所有。恭喜家主，贺喜家主，恭喜大家长，贺喜大家长。好，我们现在即刻返回宗门。是。一个人都别想从这里出去。谢七刀，你居然来了！你们似乎都觉得我不该来，但我就是来了。绵龙剑已经在我手里，我现在是暗河的大家长。笑话！连暗河中的3岁小儿都知道，握住绵龙剑算什么？你还得有命回到宗门，没有提魂殿3关的认可，算个屁的大家长！不过可惜了，你走不出九霄城，甚至走不出这间院子。就凭你？当然，还
还有我。谢爸，木子哲，我们终于在九霄城见面了。师兄，辛苦了。我的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你的，等我今日取走绵龙剑，当上大家长，那么你就是谢家下一任家主。看来无需我出手，就有一场好戏看了。谢家长刀56柄，为向穆家家主取一把剑。取剑？你可知道为了夺取绵龙剑，穆白死了？我知道，可是人又不是我们谢家杀的，更何况我最喜欢的弟子也死了。你我相识多年，虽不同路，但也有过多年的情谊，何必落得个兵戎相见的下场？我看这样，等我当上大家长，封你做二家长，然后我们一起将苏家灭了，如何？可笑！你当提魂殿是摆设，大家长的位置我要定了。他奶奶的，真是个木鱼的脑袋！暗河三家冲锋陷阵，都是由我们谢苏两家来做，而你们穆家只不过是躲在别人背后阴人的鬼。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位置啊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决定要打了？废话。好，兄弟们，将姓穆的都给老子宰了！起阵，无需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2把钥匙。如今3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3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彼岸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会是暗河的血之夜，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若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暗河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你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
可你的野心，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牛二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二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苏慕云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慕云，我们始终都是两条路上的人。你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真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我替你杀，你不想承担的罪孽我来替你承担，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了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还记得牛二人走出鬼窟院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现在的我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？雪月剑仙，你觉得如何？李城主，许久未见了，苏沐雨。我师弟说，暗河大家长之位的易主会影响江湖，所以让我来九霄城看看。他说，你当大家长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等我杀了穆明策，夺取绵龙剑，一统三家。他不想当也得当。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，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，解散暗河。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少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？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大家长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战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
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其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。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神爷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沐雨，我一直认为你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原因。什么生死瞳？无妨，已经解了。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天下所抛弃的人，可是直到那一天，我知道你早已解了生死瞳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也小看了我自己。这些年我常伴大家长左右，我认为大家长是值得守护的人。好，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跟阿可亲如兄弟，就像你和长河一样。后来为了争夺大家长的位置，我失去了很多。阿可也独自一人来到了这朱朝。我原本以为他也抛弃了我，可没想到最后还是他舍命救了我。只可惜，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沐雨，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计划吧？你最终的目的是解散暗河，对吗？是。我若独自一人离开，诸隐之人也都无法善终。我不希望他们整日活在杀戮之中。只有解散暗河，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像常人一样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若暗河如雨崩般散去，即便那些人势力再过强大，也都无济于事。你呢，长河？你是想执掌暗河，改变暗河，对吗？我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把这柄剑交给你，虽然我更想把它交给沐雨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做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上很多。你要打败的人，不仅是苏锦辉，也不仅是我，而是那些比我们要强大、要可怕数倍的对手。我和苏沐雨联手，就还没有输过。区区提魂殿，不足挂齿。
提魂殿，那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中的傀儡罢了。几百年了，世人皆知，暗河是全天下最可怕的杀手组织。可是暗河的真相，就连暗河当中的刺客都不知道。所以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暗河的真相，岂能是这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？秘密就藏在我房间的密道里，待我死后，你们尽可去看。不过不看也无妨。当你手中真正握上这把绵龙剑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剑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玉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当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沐玉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暗河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待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猪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二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。
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哎！我困于黑棺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付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这便是研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仗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研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研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敌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执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
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吧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，还有岭南那次、东海那次、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好。当时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穆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隐形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穆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。
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朱颖首领苏沐雨，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拜见大家长，拜见苏家家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
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父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雪落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。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，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。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了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